This is part 2 of our 10 favorite Taiwanese movies. Go watch part 1 if you haven't already. 你先去看看 part 1， 我在这边等你。好，都看过了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6部是什么咯？你什么都不懂。幼稚，我就幼稚，才把我追那么久。6接下来的第6部电影，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对，这一部呢非常的红，然后也非常的好看，就是红到这一部应该算早期，就是红透半边天，就是红透整个亚洲的一部台湾电影吧。没有那么早期啦，它其实它很后期啊，对，蛮近代的电影。应该说它真的很红，它真的非常的红。然后也是它的原著是9把刀，然后我记得我们国中的为什么那个脸？我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都在看9把刀的书，就是他的书真的写得都非常有意思，角色都很大胆，很特别，对，很特别。然后就是它里面的男主角没有剧透，就是男主角就是他有什么上课打手枪，对，然后就是我觉得9把刀很会写，就是那种白目的男生。他的把人的白目跟真的那种很白目的样子可以写得超级好，就是其实高中跟国中差不了多少，低于17层跟16层的差别而已。上课打手枪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变态。穿衣服啦，省着点用哦。你觉不觉得沈佳宜有点喜欢我？没问题。这一部反正就是几个很白目的男生暗恋一个女生的故事，很经典的校园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一部它并没有琢磨到什么历史的部分，就是你其实看不太到什么历史故事，只有那个9.1大地震啊，台湾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个地震，对，只有那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但是。我觉得它这部好是好在你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呈现了台湾的学生时期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就是台湾人在读书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班上会有什么样的白烂的同学，差不多会是一个好电影，然后也是会让你哭出来的好电影，我觉得很棒，赞。我是林真心，我常常幻想长大后的我会是怎样的？我都还没有嫁人，你怎么会有老公？我之后要看过来了啦！各位同学，不要再帮那些臭男生传情书给我们的明明好吗？那第7部呢，其实是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同一个时期的，然后讲述不一样的故事而已。对，它是我的少女时代。刚刚第一个呢，那些年它是男生的视角出发，我的少女时代是女生的视角出发。对。口欲不准，边走边吃，叔叔太多。你喜欢谁的电影？石头星驰，是家流行史。一个家。我们交个朋友。帮我追陶敏敏，你的欧阳就单身了吗？女生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台湾的男生都很白目一样，没有啦，就是高中国中的时候都很白目，没有那么白目啊。但是刚好这个我的少女时代的男主角也是一个王大陆，他现在也超红的，对，这部其实。它是大些年过了几年之后才出的，可是这部也是真的是红遍整个亚洲的一部电影。这2部真的爱情轻喜剧，就还蛮好笑的。就是大家真的都觉得王大陆很帅，但我个人自己他是不太是我的菜啊，他也不是我的菜，刚好不是我们菜。但你帅，没关系。有我很多学生，很多韩国学生很喜欢他，就因为这2部电影，韩国人真的超爱他。对，因为那些年跟我的少女时代，所以很多韩国学生很喜欢柯震东跟王大陆。他们是真的帅啊。对，就其实这部好像也没什么好补充的，就是它就是也是很经典的学校里面的爱情故事，对，但是就是轻轻松松可以，也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生活。对，台湾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怎么过生活，他们在念书的时候，但不是大家都是这样。
下来呢是，如果我们的 list 上面有一部你真的必须要看的话，就是这一部《海角七号》。对。那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是在说，日本时代结束了，那日本人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呢，那时候在台湾的恒春有一个日本的老师，他跟他的学生在谈恋爱，对，谈恋爱，这是一个师生恋。智子、君は南国の眩しい太陽の下で育った学生。僕は雪の舞う北から海を渡ってきた教師。然后他们就是一个留在台湾，一个留在日本。然后留在日本的老师就给，反正就写了信要给他的台湾的学生的爱人。然后可是因为诸多的因素，就反正后来这个信当时就没有送成。对，然后是过了60年，对，60年，反正时间就到了60年的现在的台湾。然后男主角到了男主角的手上。然后男主角他因为一些因素就是在当邮差，所以才会拿到那些信。然后他就是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找到那个信的主人，把那个信给他，这样。对。然后就因此有了很多的故事发生。对。大家，这路呢，你反正都不用去回掉了。哦。就虽然这个故事呢，它是在讲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但是它其实影射了很多一样就是时代的悲剧啊。其实这个list上面很多都是时代的悲剧，台湾到底多悲惨？对，你知道吗？韩国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悲伤的岛台湾》，它就是在讲台湾的悲伤的故事，一直被殖民，一直被殖民。对，反正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战争，有不同的人来台湾，然后就是分离的故事，因为当时的时代不得已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是虽然是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曾经我们的爷奶辈发生的爱情故事，对，悲伤的事情。所以其实看了，而且因为台湾其实跟日本关系还是很密切。所以在看的时候，其实非常内心很有感，就是即使到我们现在还是蛮能感同身受的。真的，他这一部真的经典到，就是你一放出他的背景音乐，真的瞬间被拉回，就像那艘回去日本的船的那种感觉。对，真的就是你一放下去，哇！我回去，我希望跟那个老师回去日本那种悲伤的感觉。你要跟他回去？可以啊，说不定有很帅啊。我不知道啊，你可以上网 Google 照片。我觉得故事内容很扎实，然后配乐非常的完美，里面有非常多就是台湾人、日本人都会共感的音乐，然后还有很多很棒，很多歌都很经典。真的，它里面的歌你每一首学起来，它在路上唱，台湾人都会回应你啦。对，真的，所以这部也是一部看了会哭，然后会笑，然后很多有一些脏话的，很台的，可以学一些台湾的脏话，很台的有日式浪漫的台湾电影。对，而且这部电影很重要，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台湾的年轻人开始爱上了台湾电影。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一部电影。而且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部都跟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同一个人。剩下2部，倒数第2部、第9部，对，第9部是你看过的，我没看过，但是这一部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好像讲了很多红遍大江南北，但是这一部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在国外比在台湾还要红，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讲。对，在韩国特别红，它在韩国还重新上映。对，它真的好红哦，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我就不能理解。对，它这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对，不能说的秘密。你干嘛跟着我？没有啊。没有，那再见喽。有啦，想问你，你今天弹那首曲子是什么名字啊？还蛮好听的。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常有名的一位歌手周杰伦，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对，就是你们很有才华。如果去找台湾的歌、台湾的音乐，你们一定会认识这个人，周杰伦，真的非常才华。这是他自己自导自演、自编自导自演吧。对，我记得是对啊，对，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可是他那时候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反应没有到非常好，是到后来，然后再包括他在韩国上映的时候，他真的在国外比较红，我觉得。对，在台湾其实就是很多人，因为我住淡水嘛，然后旁边是真理大学，然后因为他的故事是发生在真理大学里面的，他在2个地方拍，好多人来淡水，就是为了要去看这个电影的场景，对，真的。然后我自己个人就是他们的学校是真的很漂亮，对，他们学校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他在2个地方拍嘛，淡江中学跟真理大学。淡江中学是周杰伦的母校，所以那个时候太多观光客了，所以淡江中学就不让别人进去了。那现在就只能去好多人去看，所以我觉得基于就是他真的很多人看过，然后。所以推荐给大家。对，可是它里面也是真的不错啦，就是它有一段这个弹钢琴的部分，很厉害，很经典，很中二。我觉得他的台词都写得很中二。你好像很喜欢一只手弹琴哦。就是这样，另外一只手才可以牵你啊。可是他是真的，他的故事内容是很好的，所以故事是好的，是吗？故事是好的，就是一个很清新的爱情故事，又是爱情故事，对，校园爱情故事，对，对，反正推荐给大家。那我们清单上的最后一部电影呢，要跟你们推荐。你不，因为嘴巴不是要这样。手舞足蹈，不说也能感受彼此心跳。一张小纸条，一个小符号，问号惊叹号，都怕你没看到，亲手做便当。小心啊！他又听不到，你喜欢他到底是怎样的你？你会接受我跟一个听不见的人谈恋爱啊？对，它是一部在讲听障朋友的爱情故事的，然后男主角彭晏超级无敌帅，真的非常帅，现在也还是很帅，现在超级无敌帅的，真的非常的帅，黄金单身汉，真的好帅哦！他澎湖人，对啊，对，他是澎湖人，我们都是澎湖人，澎湖出帅哥。讲到帅哥很兴奋。对，反正我们刚刚比这个呢，是女主角一位听障朋友的名字。女主角不是听障朋友啊，不是啊，她不是，他们是她姐姐才是听障。对，就是这部电影很有趣的是，她在讲听障朋友的故事，但是男主角、女主角都不是听障朋友因为她姐姐是听障，说她习惯，然后男主角用手语，对，然后男主角看到她在用手语，以为她是听障朋友，这样子，对，他们误会。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可爱，就是会让你的心很暖的一部电影。对，我自己个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的，然后可是我真的还蛮喜欢，就是一部温暖的爱情电影。它就是很可爱。生做遐古水哦，可怜哦，安尼一搞。他不是哑巴老板，他是听障朋友，他手语名字是。对，然后男主角帅，女主角可爱，然后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对，你每一个都说有兴趣的人看。那我们的10个台湾电影推荐，跟大概讲了一下台湾当时每个电影发生的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这个影片到这里结束。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棒的台湾电影值得你去看。像我们刚刚讲到彭于晏嘛，他的另外一个作品那个《翻滚吧，阿信》也是很好看。如果你想看他的肉体。如果想看帅哥非常认真的帅哥在做运动的话，那部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那如果你想看很漂亮的美女认真的在当拔河选手的话，还有另外一部《志气》。对，《志气》也是很好看。
然后，如果你对台湾传统的一些民俗的音乐、文化感兴趣的话，正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关于不管是中国台湾啊、香港啊不同地区的，甚至是日本的日剧的一些推荐。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希望大家多多看这些影片，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做下去。对，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频道的话，你有2个方式。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啊，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帮我们分享、按赞一下。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下载我们公司的 App，Scooter Ride Chinese 跟 Scooter Ride Japanese， 对，这2个 App 都可以帮我们下载一下，都是支持我们的很好的方式。那下个影片见，拜拜，拜拜。